中国金融圈彻底炸了。这不是吓唬人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银行存款利率疯涨，货币市场利率飙升，国债收益率倒挂加剧，外资撤离如洪水猛兽，中国金融系统正深陷钱荒泥潭，流动性紧缩的噩梦已成真。这哪里是危机前奏，分明是中国版雷曼时刻的倒计时。60万亿债务窟窿，50万亿地方财政黑洞，再加上央行装聋作哑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还能飘多久？先看看这波钱荒的恐怖数据。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披露，2025年1月质押式回购利率一度冲到 3.2%， 比去年同期暴涨1个百分点。同业拆借利率更夸张，突破 3.5%， 创5年新高。这说明啥？银行借钱成本高得离谱，短期资金紧张到喘不过气。更离谱的是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2月飙到 1.85%， 而1年期国债收益率居然达到 2.1%， 短期资金成本超过长期国债，倒挂前所未有。这不是金融市场缺血的铁证是什么？外资撤离更是雪上加霜。国际金融协会统计，2024年从中国流出的外资高达 1.2 万亿美元。2025年头2个月又跑了3500亿，每天平均60亿美金在逃命。摩根士丹利报告称，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比例从2022年的 10.5% 跌到现在的 5.8%， 3年蒸发一半。资金跑路，市场缺钱，央行却还在那儿喊适度宽松，连像样的流动性都不补。嘴上喊救市，手里没动作，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？地方债的压力更像一座大山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地方债发行规模12万亿，2025年预计突破15万亿。这些钱谁掏？还不是银行被逼接盘？可银行自己都快饿死了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，2024年底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涨到 4.8%， 比2020年翻倍，资本充足率跌到 10.2% 的危险线。银行一边给地方输血，一边自己失血，这不是等死是什么？再说银行存款利率的乱象，中小银行集体逆势上调利率，1年期整存整取最高涨到 2.8%， 比去年底高40基点。湖南一家村镇银行3年期利率拉到 3.5%， 比10年期国债还高。这背后是赤裸裸的资金饥渴。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，2025年1月中小银行存款总额只涨 3.2%，远低于 8% 的开门红目标。为了抢钱，银行不惜血本抬高利率，可钱从哪儿来？存款不够，只能去货币市场借高利贷，成本一涨再涨，恶性循环开始了。债市崩盘惨不忍睹。几天前贝莱德还大放异彩看好中国利率债，结果话音未落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1.6% 猛飙到 1.85%，30年期逼近 2%， 两者差距缩到10个基点，眼看就要倒挂。彭博数据显示，2025年1月以来，债市抛售规模超 2.5 万亿，创单月最惨纪录。有人胡扯资金跑去炒股，可沪指如今站在3379点，市场热度还在，却掩盖不了真相，债市缺钱缺到骨子里，连国债都卖不动了。更可怕的是货币政策失灵。去年央行缩表 1.64 万亿，债市还能称牛市，因为资金没地方去。今年1月扩表 2.6 万亿，按理该宽松了吧？结果货币市场利率不降反升，资金成本还在飙。这 2.6 万亿去哪儿了？路透社分析 60% 用来撑人民币汇率，防止跌破 7.5。可国内经济千疮百孔，央行却一门心思保汇率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中国还在喊稳金融防风险，可在国际清算银行看来，
中国总债务已达60万亿，占 GDP 超300%，比美国次贷危机前还高。地方债、企业债、银行窟窿加起来，这哪里是稳金融，分明是坐在火山口上。摩根大通警告，若钱荒恶化，2025年中国金融系统可能系统性崩盘，堪比2008年雷曼倒闭。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还有更惨的等着呢。钱荒这把刀已经捅穿了金融系统的命脉，血流成河只是开端，接下来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坠落深渊。中小银行在存款大战中自掘坟墓，地方债窟窿吞噬一切，外资撤离掏空市场，失业潮席卷全国，中国央行还在装死，这艘破船已经不是漏水，而是彻底沉没的前兆。60万亿债务，50万亿地方债，10万亿银行窟窿，再加上5000万人的饭碗不保，中国经济这出悲剧只剩一个结局：全盘崩溃。先看中小银行的惨状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，2025年1月，全国中小银行存款余额仅45万亿，同比增长不到3%，创10年最低。大行存款却涨了6.8%，中小银行的资金荒暴露无遗。为了抢钱，山西一家村镇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飙到2.9%，陕西某信用社3年期拉到3.7%，比10年期国债还高。可这有用吗？央行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小银行净息差跌到1.2%，比2019年砍掉一半。银行没钱赚，只能靠高息饮鸩止渴，结果成本更高，最后还得去货币市场借高利贷。彭博社数据，2025年1月，中小银行同业拆借规模激增35%，达3.8万亿，利率高达3.6%。这不是拿命换钱是什么？储户也慌了。中国银行业协会调查，2025年初中小银行客户流失率达15%，比去年翻倍。河南一家村镇银行爆出挤兑，上千储户排队取钱，银行直接贴出存款额度已满的告示。这不就是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重演吗？你给我利息，我要你本金，银行输得连裤子都没了。更吓人的是，根据惠誉评级估算，2025年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飙到10%，一旦地方债违约，中小银行倒闭潮就跑不了。地方债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底地方债存量50万亿，占 GDP 超40%。审计署内部报告称，隐性债务超30万亿，总债务妥妥突破80万亿。2025年地方债发行预计15万亿，谁买？银行呗。中国银行研究院数据，2024年商业银行持有地方债比例从2019年的25%涨到38%，中小银行占比45%。可地方还不上钱怎么办？惠誉预测，2025年至少2万亿地方债有违约风险，银行资本缓冲根本扛不住。花旗警告，中小银行可能连锁倒闭。地方政府比银行还惨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地方财政收入仅涨2.1%，支出却增8.5%，缺口12万亿。土地卖不动，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跌30%至4.5万亿，2025年预计再跌20%到3.6万亿。发债成本也涨了。Wind 数据，2025年1月地方债发行利率从3.2%涨到3.8%， 7年新高。没钱发工资，没钱修路，只能靠银行，可银行都快死了，这不是死循环吗？债市崩得更狠。2025年1月以来，抛售规模超3万亿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到1.85%，30年期逼近2%，差距缩到10个基点，随时倒挂。中债登数据，2024年债市交易量180万亿，今年一开局
跌20%，资金全跑了。短期国债收益率2.1%，比长期还高，这不就是流动性危机的信号吗？信用也在崩塌。穆迪数据，2024年企业债违约1.8万亿，2025年预计3.5万亿，银行坏账可能涨到6万亿，占 GDP 的5%。就业更惨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城镇失业率6.2%，真实数字可能更高。中国社科院估算，2025年失业人数超5000万，每30人就有1人没饭碗。工商联统计，2024年中小企业倒闭120万家，2025年头2月又关30万，直接丢1500万岗位。银行不放贷，中小企业贷款仅涨2.8%，利率高达6.5%，资金链一断就完蛋。阿里研究院数据，2024年电商中小企业减少25%，影响2000万人，这还不算下游行业的连锁反应。房地产也炸了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商品房销售额跌18%，新开工面积减22%，投资缩15%。房企违约债务1.2万亿，2025年预计2.5万亿，银行房贷占贷款总额35%，一旦崩盘，不良贷款率可能冲到15%。央行呢，还在装傻，扩表2.6万亿，70%保汇率，嘴喊稳增长，货币投放却只增3.5%，远低于所需8%。这哪里是救市，分明是等死。钱荒已经把中国经济拖进地狱，金融血崩，就业地狱，企业暴雷，财政枯竭，5000万人的饭碗悬了。高盛预测，若持续到年底，中国经济可能零增长甚至负增长，金融风险彻底失控。这艘破船沉定了。